3年前，一场车祸让我沦为副驾的杨过。我们在回来的路上出了车祸，是你爸用命救了副驾。爸，都是我副驾对不住你，从今以后，你就嫁给阿正，做我副驾的儿媳。3年了，我不仅嫁给了真哥，还有了他的孩子。真哥，你几点回来？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在忙。真哥，是吗？等等，今晚不行，我文良，我们离婚吧。这是离婚协议，你有什么需求尽管提，我会尽量满足。你为什么要离婚？他回国了。他回国了。真哥，尝尝，这是我专门为你做的菜。好吃。这是这次出差给你买的结婚纪念日礼物。谢谢真哥。我们是隐婚，这个东西不要让别人看见。温良，我们离婚吧。文良，
你们富氏集团到底什么意思？居然出尔反尔，换掉嫣然的代言，耍我们呢？什么？你今天给不到结果，后果自负。我快，是文总监，你看。吴总监，为什么无缘无故换掉林嫣然的代言？为什么无缘无故换掉林嫣然的代言？吴总监和温总监向来不对付，这下可有好戏看了。按理说啊，这代言人的事我不该插手，但谁让这是上面下达的命令呢？上面？是啊，这是副总亲自下达的命令。也对啊，你不过是傅家的养女，踩着你短命爹的棺材板混了个 MQ 负责人的头衔，副总自然没有把你放在眼里。这也许过不了多久啊，你就要滚出 MQ， 滚出傅氏了。你敢打我？我打你还需要通知你吗？副总，您让我换了产品代言人，温总他不满意，一来公司就不分青红皂白的打人。道歉。让我跟他道歉？不可能。副总，道歉。如果我不道歉呢？你打算要我引咎辞职吗？没有人比林嫣然更适合这个代言人。你不分青红皂白的换人，你把 MQ 的利益和声誉置于何地？阿良是觉得我没资格做 MQ 的代言人吗？这位难道就是传闻中副总的初恋女友？听说还是国际明星呢。思怡姐，你可算来了。阿良，抱歉啊，临时换代言是阿珍给我的惊喜，给你添麻烦了。原来你也知道是个麻烦。阿良，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？3年不见，你我都生疏了。我还记得上大学的时候，你经常叫我嫂嫂呢。思怡姐，你刚回国应该累了吧？我带你去休息室喝杯咖啡。好啊。为了庆祝我当上代言人，今晚我请大家去唱 K。好啊！楚小姐请客，今晚我们不醉不归。阿良，今晚你也一定要来啊。走吧。这个代言我不负责了。你又在闹什么脾气？关于这个代言的后续，我会完成交接的。还有今晚，我就不去了。我让你站住！给我站住！阿正，阿良可能是耳朵不好，所以没听见吧？阿正，是不是因为我回到你身边，所以阿良不高兴了，拿工作撒气啊？放心吧，他不是这样的人。温总监，林嫣然经纪人那边咬死了不放口，说我们属于违约行为，要起诉我们。你约他到世纪中心，我和他谈。那他万一不见我们怎么办？ MQ 集团能够和他林嫣然合作，不仅仅是代言人的项目，还有品牌合作，还有品牌挚友。虽然都没有代言费，但是对他有商业价值，他应该会同意的。好，那我这就去。这是这次出差给你买的结婚纪念日礼物。谢谢征哥。温
温总监，林嫣然经纪人同意约见了。你可以看一下，这是我们新拟定的合同。这有点不合理。这个我们可以根据林小姐的要求进行修改。好吧，既然你这么说，那我就再信你 MQ 一次。那我们就预祝合作愉快。好，大家都进来吧。走。来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阿良，抱歉啊。会所说今天包厢满房，我想着我们复试在这有一套独立的包厢，就带大家一起来了。你不会介意吧？连对人最起码的尊重都没有，这就是你们复试的诚意。我看品牌大事也不用谈，你们就等着收违约的律师函。林小姐，你是故意的是吧？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对富士集团的影响有多大？阿良，你这么说就严重了吧？富士的法务部这么强大，签约一个小艺人而已，你还真以为他们会和富士打官司啊？我们司仪的品牌价值比林嫣然高出了不止1点2点，换代言人这种事情有利无弊吧？是啊，温总监，这话实在有些危言耸听啊。阿正，你怎么才来啊？公司有事，来晚了一点。今天大家吃好玩好，所有的消费我买单。阿正，你对我真好。看吧，温良，我要玩转酒瓶，酒瓶转到谁呢？谁就从始至终或者是大冒险。嘿，好，这个好玩，这个好玩啊！你在傅征面前只是局外人。居然是温总监！温总监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，听说温总监有个男朋友，他多长？20厘米。20厘米，这怎么可能？该不会温总监和男朋友谈到现在还没发生关系，随便说了个数糊弄我们吧？就是啊，说谎可是要罚酒的呀！我不能喝酒，我也不会说谎。阿正，你见过20厘米的人吗？你们要是不信就算了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哎，温总监，别着急走啊，还没完没了是吧？我现在可以走了吧？分手费2000万，还真是大方。傅征，为了能和楚思怡在一起，你还真是煞费苦心。温经理，你来找副总是有什么事吗？副总那会儿刚来，一来他就去开会了。没事。阿正昨晚在我这留宿了1宿，折腾的我好累呀。累了就去休息。一个代言而已，犯不着这么较真。阿良，你好像很不希望我接下这个代言。那倒没有，不过我很好奇，你一个好莱坞回来的国际影星，又是超模，怎么会看上 MQ 的代言？
为这个代言是你负责的，你的我都要抢走。不装了？装？如果不是你温家挟恩图报，拆散我和阿正，傅太太的位置一定是我的。有件事你还不知道吧？你和阿正的结婚纪念日是在9月份，9月20号其实是我的生日。你难道就不好奇，为什么每逢结婚纪念日，阿正就主动出差？因为他是来见我的。太太，先生的助理说他出差了，暂时回不来。我知道了。太太，每年您和先生的结婚纪念日，您都会精心筹备晚宴等他，但是一次都没有等到过，您这又是何苦呢？不然为什么他送给你的结婚纪念日礼物都和我的一模一样？因为他是送我礼物的同时，顺便送给你的。你笑什么？笑你可怜。我从来没有把刀架在傅征的脖子上，逼他娶我，这一切都是他自愿的。如果他真的像你说的那么爱你，那这3年，他为什么没有为你守身如玉呢？你和他做了，所以你昨晚说的那个20厘米，指的是阿正，不然呢？还有啊，一条手链就值得楚小姐拿出来炫耀，是有多缺礼？缺的话，我随时可以从傅家拿几件给你。毕竟我们傅家从来不缺这种东西。你们傅家，温良，你不会真以为你爸出车祸是场意外吧？说什么？你猜啊！给我说清楚，我爸的死真相到底是什么？你想知道？真相就是……你在干什么？阿正，你别怪阿良，都怪我，怪我不该回国，不该抢走傅太太的位置。他对我心怀敌意也是正常的。明明是你提起当年我爸车祸的真相，所以我才……阿良，你是不是听错了？明明是你嫉妒我，手链和你一模一样，才故意把它扯断了。你不但泼我一身咖啡，还把我推倒在地，你怎么反咬一口呢？是他说的这样吗？你已经相信了，不是吗？亏我一直认为你是个心胸大度的女人。如果你对于换代言的事情对我有怨气，可以冲着我来，为什么针对司仪？所以傅征，他说的话你偏听偏信，真相不重要，对吗？真相？什么真相？阿正，这样好像有点尴尬。走吧。从明天起，取消你 MQ 产品总监的位置，给我在家好好反省。好啊，求之不得。温良，你不会真以为你爸的车祸是一场意外吧？哟，没想到温总监也有今天啊！哎，就是，怎么回事啊？好笑吗？我的今天啊，就是你的明天。那你恐怕就要失望了。你走了 MQ 品牌的代言就归我负责，
辛苦了几个月，结果为别人做嫁衣，恐怕也只有你了。MQ 集团对合作一向精益求精，你确定你这样贸然更换代言人，他们知道了不会大发雷霆，然后取消合作吗？这些垃圾送你了。你好狗不挡道，让开！哎呀，你看他，我没事的，阿正，你别怪阿良。他今天都这样对你，你还帮他说话？可她毕竟是你的妹妹，一个养女罢了。好，我答应你。阿正，那你今天晚上陪我一起吃饭好不好？从我回国到现在，你还没单独陪过我吃饭呢。不好了，少爷，太太心脏病又犯了。什么？阿正，你要去哪儿？今天晚上我有事，明天再陪你啊。滚！太太，您装病这招用的真妙。那是。对了，阿良那边跟你联系了吗？联系了。妈，说曹操，曹操就到。来，过来，就等你了。目的翻新，我找人给你爸爸也重新修缮了一下。多亏了他。怎么了这是？怎么脸色这么难看？你不会真以为你爸的车祸是场意外吧？妈，您能跟我说说我爸当年车祸具体的细节吗？怎么忽然想起来问这个？我……妈，你怎么样？怎么了这是？阿良，你这是怀孕了？怎么会？既然已经决定离婚了，那这个孩子就和傅征再也没有关系了。那你是吃坏肚子了？那我找医生给你看看吧。不用了，妈，我应该是昨天晚上受凉了。受凉了？这可得好好休息。阿正，你把阿良扶上楼，今天晚上你们两个就在这里住下。不用了。妈，你装病逼我回来，就是为了生孩子这件事情吗？你们联合起来骗我，这卑劣的手段还真是屡试不爽。原来在他的眼里，我一直是这样的人。串通，副总，你想多了。您的精子在我这儿没那么值钱，自恋是个病，得治。你给我站住！今天是阿良爸爸的忌日，你是阿良的丈夫，回来陪他尽孝有什么错？阿良的父亲对我们家有救命之恩。妈，救命之恩这4个字，你挂在嘴边已经3年了，还不够吗？你这是要气死我！妈，你没事吧？去叫医生，快去！今天谁都不许叫医生。少爷，太太心脏向来不好，你又何必故意跟她置气呢？我告诉你，今天要么你留下，要么我死。妈现在不知道我们离婚了，也不知道我已经辞职了，所以才会这样做。你别多想，我现在就去跟他坦白。你觉得妈的心脏能承受这些东西吗？那现在怎么办？先将就一下吧。将就？只有一张床，怎么将就？阿周，你睡了吗？我新买了2件睡衣，想让你帮我挑一挑。阿周，你在做什么？怎么不回我消息啊？我很想你，你想我吗？阿
阿正，你终于回我电话了。你知不知道他正在洗澡？温良，怎么是你？你有什么事可以告诉我，我会向他转达的。我在问你，你怎么和阿正在一起？你们做什么了？无可奉告。该死的温良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在干什么？在干什么？谁允许你动我手机的？是他自己一直在震动，我才会。温良，你知不知道，如果当初不是被迫娶了你，子怡也不会患上严重的抑郁症，她的情绪不能受刺激了。所以呢？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你，我就不信这小子能受得了这招。这个香炉有问题。不行，我还怀着孕，不可以。成了，我的乖孙马上就来了。是啊，走吧。你受伤了，自己去清理一下吧。副总，楚思怡闹自杀。你说什么？副总，抽个时间，我们把离婚证书领了吧。事已至此，也该心死了吧。宝宝，你放心，任何时候，妈妈都会好好保护你的。哎，阿良，这阿正一早上急匆匆的出去了，是公司发生什么事儿了吗？除了楚思怡，还能有什么事能激动她的情绪？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你们俩是吵架了吗？还是啊？该不会是阿正他那方面不邪，恼羞成怒才……妈，不是这样的。哎，没事儿，妈这还有后招呢。想要拿捏住一个男人，就得先管住他的胃。妈，这都给你准备好了，咱们这就去公司啊！不，妈，这就不用了吧？哎呀，走吧，走吧。如果让妈知道我被停职的事，你不是想知道你父亲车祸的细节吗？等办完这件事儿，妈就告诉你啊。妈，温总监，他不是被停职了吗？怎么来公司了？不知道啊。代言产品项目交给你做了这么久，你现在告诉我他们要解约？不，这和我没关系啊，副总。
那 MQ 品牌方知道换了代言人，都直接拒收我的邮件了，还点名让温良去对接，一定是温良那个乌鸦嘴，不知道给对方灌了什么迷魂汤。阿正，我也不知道温良已经掌握了集团的核心资源，现在公司这块没了他，都转不起来了。而且昨晚如果不是他胡乱接你的电话，我也不会想着自杀。阿正，坐下。这就是你一大早上急匆匆离开家的原因，难怪阿良支支吾吾的不肯告诉我实情。不是，大妈你谁啊？你别误会啊，这事和我没关系，是妈她妈。哈，我说是谁啊？这果然猫吃鱼，狗吃肉，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啊！这老贱人生小贱人呢！品牌方拒收我的邮件，你没少帮你女儿在背后捣鬼吧？吴玲，更换代言人的后果，我告诉过你，是你自己不听的。切！阿正，这就是你公司的员工，副总的名字也是你配叫的，老东西！你又打我2次了，你还不知道怎么尊重长辈吗？贱人！我看今天谁敢动我儿媳妇儿！儿媳妇儿？她是你儿媳妇儿？那你儿子是谁啊？这么大个活人坐在面前，还用问吗？您是副总的母亲啊？温良，那楚小姐她？温良她才是我名正言顺的儿媳妇儿。至于那个姓楚的，不熟。对不起啊，阿正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他在侮辱你妈。即日起，你被开除了，收拾东西走人。我需要我派人请你出去吗？楚小姐，你帮帮我！走啊！这傅氏集团是姓傅的，不是姓楚的。走。阿正，我们傅家只会认阿良这一个儿媳妇儿。我不管你在外面有多少莺莺燕燕，这种女人只配做小三、外室，端不上台面的。你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如果妈知道了我和傅征已经离婚了，她肯定会很失望吧。这下好了，就因为林舒言，他不仅恢复了 MQ 总负责人的职位，还主负责我的拍摄项目，我还得全都听他的，想什么？林舒言，当年就该让你一起死在那场车祸里。没事儿的，宝贝儿，负责而已。这怎么拍，不还是得听你的？阿良，妈今天表现怎么样？对付小三就得快准狠，你呀就是脾气太好了点儿。你看，这是妈专门包场为你准备的电影，叫上阿正一起，好好培养下夫妻感情。妈，这就不用了。哎呀，拿着，你还跟妈客气什么？妈知道你爱阿正，只是那混小子现在还意识不到自己的心，但是妈相信，总有一天他会醒悟的。妈先走了啊！哎妈，我爸当年车祸的细节哦，我差点就忘了。阿良，当年你爸车祸的细节我也记不太清了。原本你爸说他头疼，你父叔就让他先留在庙里，他先带我们回来。
可后来你爸说他没事了，要送我们回来。可谁知，这都是我们傅家欠他的。所以原先要死的，本该是傅叔叔。温总监，你快去现场看看吧，拍摄现场出问题了。我们司仪可是国际大牌，请你过来拍摄是看得起你。你刚才怎么说话的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哎呦，温总监您来了，我呀就没见过这么难伺候的大牌，根本就不配合我们拍摄，真的，这活啊谁爱干谁干，我呀不伺候了。哎，你把话说清楚！你起开！闹够了没有啊？剧烈拍摄已经过去了1个小时，楚司仪，你要是想拍呢，我们就好好配合，不然我随时取消合作。傅氏集团什么时候轮到你说了算？只要我还是 MQ 负责人1天，我就有这个权利。是吗？那我看是你说了算，还是阿征说了算？阿征，温良，你疯了！故技重施，我帮你一把。怎么？不装了？傅总，温良借机寻仇，我们司仪是靠脸吃饭的，看看都被他打成什么样了。阿征，我的脸好疼。我有没有警告过你，别再伤害司仪？是，可我也没答应你啊，副总。他楚司仪私自更改妆造，气走摄影师在先，然后自导自演的想往我身上泼脏水，我只不过还了他一巴掌，我有什么错？温良，我一直拿你当妹妹，你居然这么诬陷我！你什么时候也学会在这种小事上撒谎？我撒谎？摄影棚的监控24小时都开着，副总可以自己去查证。3年了，他的世界还是以楚司仪为先，半分信任都没给过我。温良，站住！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傅总，是楚小姐气走摄影师在先，温总监才生气的。你瞎说什么？去，把监控调出来。阿征，我的脸好疼。我先带你去处理一下吧。你什么时候也学会在这种小事上撒谎？耶，我们终于领证了，以后就可以持证上岗。我终于嫁给征哥了。征哥，温家对傅家有恩，我同意娶你，但爱情我给不了你。但我会努力让你爱上我的。阿征，
你帮我涂好不好？阿正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和阿良离婚啊？怎么了，阿正？你该不会爱上阿良了吧？温良，站住！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像变了个人一样？没有，别多想。监控视频都处理干净了。温良，不管是3年前还是3年后，你都斗不过我。副总，我出去一下。监控调出来，确实是温总监先动的手。他到底想干什么？但是我怀疑视频被人做了手脚。这件事情你暗中调查，看看谁去过监控室。好。副总，明天我们就把婚离了吧。温良，就因为这点小事你要跟我离婚，你知不知道妈？小事是，在你副大总裁眼中，和楚思怡无关的事都是小事。离婚不是你一直梦寐以求的吗？明早9点，我在民政局等你。喂，居然还学会了挂我电话。过了今天，一切就都结束了。本季度几个部门呢，表现都非常好。接下来呢，不是说好今天离婚的吗？我到了，你在哪儿？我在开会，现在没有时间。你这不是说话不算话吗？喂。温总监怎么在这儿睡着了？听说副总的女朋友那个楚大明星跟他不对付，估计被折腾得够呛。哎，快走，走吧。我们本次获得1等奖并获得全额奖学金的同学是温良。真哥，你答应我的，只要我拿到全额奖学金，以后就让我进入副使。你可不能食言啊！这一切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的？你散会了，那我们现在可以去民政局了吧？你确定要在这个场合跟我聊这个事？你在这儿睡成这样，成何体统？跟我来。这是什么？你不是要离婚吗？这是你的离婚协议，我增加了一些内容，你看看。离婚不离家，离婚后双方仍需要住在清水湾别墅。双方皆不可在任何场合谈及曾结婚离婚之事。只要你同意这离婚协议上的内容，
我就跟你去领离婚证。副总，你这不是出尔反尔吗？其他的我都可以接受，离婚不离家，那爸妈就不会知道我们离婚了。那你和楚思怡就不能光明正大的在一起？我们之间的离婚还有什么意义？爸妈身体不好，我不想让他们知道这些。如果你很介意的话，可以加时间限制。2个月，我最多给你2个月的时间。2个月之后，我就搬出去住。好。副总，那明天我们是不是可以去领离婚证了？你就这么着急跟我离婚？离婚不是你一直想要的结果吗？你不会出尔反尔吧？签吧。温良，看来楚小姐是小三做惯了，这偷鸡摸狗的事儿这么娴熟啊！这么多机密文件，要是丢了一个，你担待得起吗？阿张，你听见他说什么了吗？你怎么在这里？我要是不在这儿，我怎么知道你和他离婚不离家呀？阿张，你究竟在犹豫什么？副总，你让我调查的视频我已经找人恢复了，视频中可以看出是楚小姐自己对自己动手，和温小姐没有关系。去给我查清楚这几年她在国外的具体踪迹。好，副总，看来这个楚小姐也没有外界传的那么善良，是你误会温总监了。下次未经允许，别进我办公室。知道了。傅正，你变了，看来这个温良是由不得了。爸，我这次除了来祭拜，还有件事想和你说。我要和他离婚了。我喜欢了他10年，我和他结婚3年，这3年我们都好好的，怎么就走到离婚这步？爸，你要是在天有灵，就保佑我的孩子平安降生吧。MQ 总监温良插足富士集团总裁和女明星楚思怡，真不要脸。楚思怡还真是会倒打一耙。就是他，就是他，真是他，他就是插足楚思怡感情的那个小三温良，不要脸，打死他，打死他，不要脸，不要脸，去死，打死他，小三不要脸，就是，走追，小心！你没事吧，妈？警察马上就来了，信不信把你们全抓起来？走！哎呀，走。好孩子，没受伤吧？妈，我没事。那就好，跟妈回家啊！走。
那些都是楚四爷的脑残粉，故意在那蹲你。幸好今天我去祭拜你父亲，撞了个正着。阿良，你脸色不太好，要不我找个医生给你看看？不，那傅征就知道我怀孕的事儿。不用了，妈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你还好意思问你？妈，你打我干嘛呀？别理他，咱们走。你说什么？我不管你有什么办法，立刻马上把热搜给我压下去。热搜的事情我已经压下去了，你放心，不会对你有什么影响。我在跟你说话，你怎么一点反应？居然一个热搜词都没了！该死，温良，这你都不死，看来真是你命大。不行，我必须得想想办法了。征哥，睡前喝杯牛奶有助于睡眠。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去民政局？先生太太，下楼吃饭了。好，来了。阿征，昨天晚上没睡好啊？好，睡得很好。那你这黑眼圈……妈，我治好了。征哥，你可以顺路把我带去公司吗？不顺路。你别理他，臭男人！一会儿妈派人送你去啊。哇，真好看！这里这个光可以吗 ？OK， 好美啊，好，这边真不愧是他。好，OK， 好，好，侧一点。来，放这儿。好嘞，笑一笑，笑一笑。真完美，好美，很好的，很美。姐，您看一下，刚拍了样片。他这个光要再布一下。哦，好的，颜色太深了，去吧。副总，今天上午太太打了10几个电话来，您确定不要回一个吗？民政局几点下班？5点钟。还有4个小时。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您好，
您拨叫的用户暂傅征，你这个言而无信的小人！哦，对了，您让我调查楚小姐在国外的踪迹，目前还没有头绪。她的一切痕迹都像被别人抹平了一样。阿征，你是专门来看我拍摄的吗？阿征，我就知道你心里是有我的。你看我穿这套好看吗？我想等我们结婚的时候，我就穿这套，好不好？司仪，你穿这套婚纱和副总站在一起，那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傅太太呢。我也很喜欢这一套。哎，摄影师，等会儿帮我们拍一张好吗？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这是公司场地，你们大可以名正言顺，等到结婚的时候再去拍婚纱照。你说呢，副总？温良，怎么了？看我完好无损的站在这里，你很惊讶吗？阿良，你在说什么啊？我听不懂。温良，你别太过分了！这是 MQ 赞助的服装，我作为 MQ 的主理人，撕了它有什么过分？而且我听您刚才的意思是想假公济私，把它作为你们结婚的礼服，我怎么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？阿征，他说的也没错 ，MQ 的衣服从不外借，坏了就坏了，也不缺这一件。阿征，楚思怡，你再敢害我，我一定不会这样算。温总监，麻烦来一下，今天的照片出来了，您看一下。阿征，我工作太久了，脚有点疼，你能陪我去休息一会儿吗？阿征，这个不行。你再看这个呢？哦，好好，这些好。温总监，小心！阿良，你没事吧？周宇，你怎么样了？没事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前2天刚回来，刚好周氏集团也是这个代言的投资方，所以过来看看。阿征，我脚好痛，你能帮我揉一下吗？好端端的，货架怎么会倒啊？是不是你干的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这分明就是你掉落的甲片。我不知道。你干什么？阿良，你怎么能随便打我的人？我打他一巴掌都是轻的。他故意杀人，就应该报警，把他抓起来。不能报警，不能报警！求求我！不要报警！这会儿，你脚好吗？不是这样的，恐怕这楚小姐的脚根本就没什么问题，这不过就是她惯用的，用来骗一些蠢货的手段。你胡说！
我不说，王岩是你的经纪人，他现在故意拿灯要砸我，唯一可能的幕后主使就只能是你。你刚刚故意装的脚崴，不就是害怕他过来救我？我说的对吗？温良，你这是诽谤！是他说的这样吗？你最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不是的，阿征。一个蓄意杀人的人，你指望他给你解释什么？你别以为你是周氏集团的二公子，就可以随随便便往别人身上泼脏水。不见棺材不落泪。巧了，我刚才过来拍摄现场的时候，保留了这段视频。视频里给钱的人是你，现在还需要我多说什么？不是的，阿征，不是这样的，你听我解释。楚小姐，现在证据确凿，你现在故意买通他来伤害我，属于杀人未遂，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也对，你还是留着跟警察解释吧。报警吧。不要报警！干啥？要是报警了，我的演艺生涯就毁了。我演艺生涯毁了 ，MQ 的代言怎么办？这个项目不是非你不可，楚小姐是不是忘了？这个项目是你从别人手里抢来的。阿征，你帮帮我，你帮帮我，阿征，你忘了吗？我的抑郁症是怎么来的吗？你忘了回国的时候你是怎么答应我的吗？阿征，早知道我们现在的结局是这样，你当初就不该救我，我当初就该死在那些小混混手里。这不是 A 大校花吗？多少钱？我上你啊！今天碰到小爷我，怎么着不得让我和兄弟们快活快活啊？兄弟们，说对不对？对。哎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住手！少他妈多管闲事！我去还不快滚！快走！你没事吧？好了，没事了。阿征，你帮帮我，不要坐牢！阿征，你帮帮我，阿征！你怎么了？你流血了，我这就叫救护车。小伤。阿征，既然你不原谅我，那我这就把命赔给他。疯了！你疯了！阿征，这是你欠我的，永远欠我的。难怪他这样的把戏屡试不爽，原来是有你的配合，副总。司仪他冤枉你是他的不对，我替他向你道歉。道歉就不用了，我只希望副总能够尽快配合我去领离婚证。你就这么想跟我离婚，就是为了跟他在一起？和谁在一起都不重要，是我自己的自由。但是和副总你再也没有任何关系。我们走。阿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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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通知下去，还有小产迹象，联系药房，紧急调取氨甲环酸和速攻素。阿良，接着住我！让一让，我们这里有个产妇大出血了，需要紧急保胎，都让一下。让一下，前面的不要挡路啊！医生，楚小姐怎么样？
楚小姐没有伤及动脉，傅先生不用担心。啊，你就这么想跟我离婚？就是为了跟他在一起？和谁在一起都不重要，这是我自己的自由，但是和傅总你再也没有任何关系。这个女人居然把我拉黑了。局长，温良现在人在哪里？立刻马上汇报过来。阿良，你醒了？怎么样？身体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孩子，我的孩子怎么样了？别担心，孩子保住了。你怀孕这件事情，傅征知道吗？这个畜生，他根本就不配做孩子的爸爸，必须教训他。别去！我怀孕的事情他不知道，反正我们要离婚了，你不要告诉他。你要离婚？这次想清楚了吗？副总，查到了，太太现在 IP 也在人民市医院，房间号暂时没查到，太太没有登记自己的身份信息。哎，听说了吗？昨晚医院来了个大出血的孕妇，老公不在身边，听说还是别的男人陪着一起来的。我记得那个男的好像也受伤了，哎，真可怜啊！让一让！我们这里有个产妇大出血了，需要紧急保胎。护士，那个孕妇在哪个病房？在2503号病房。尝尝。还是我自己来吧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妈的，他早就想打你了，居然敢先动手！别打了，你们别，好疼！温良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肚子疼？我去叫医生。傅征，我告诉你，你根本就不配做阿良的丈夫。你要是没能力保护好她，你趁早离婚，换我来。怎么？你终于敢承认对她起了歹心是吧？告诉我，她是我妻子，我们之间的事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来插手。傅征，你闹够了吗？我只问你一次，你肚子里的孩子是不是我？不是。听明白了吗？不是。温良，你这种人也他妈配做她丈夫？我告诉你，她现在不想见你，滚出去！出去！出去！不能报警！不要！不要！我当初就该死在那个小混混手里！阿正，怎么见到我是这副表情？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来看看你啊。我安排你的事情，你办的怎么样了？再给我3天时间，我一定办好。好，那我就再给你3天时间，这是你最后的机会。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不也是傅氏集团的股东，傅征的大哥吗？这就不是你该操心的事，你只需要按照我说的，乖乖去做。好。海征，有病就去治，我又不是医生，打过来干嘛？海征，我在天台，你能不能来见我最后一面？你说什么？听说国际巨星楚思怡在天台上闹着要跳楼，真的吗？这也太刺激了！海征，你不来见我，是不是爱上阿良那个小三了？如果你今天不来见我，我就从这里跳下去！大明神
跳楼？为啥？FBI 什么呀？不好，出事了！小三这种人渣就该去死，还 MQ 总监呢，他也配？杀人偿命，我要去死！他还真是一刻都不消停。所以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做？多吃点啊。温良小三不要脸！我一再和阿珍说过，让他不要和那个狐狸精来往，可他偏就是不听。再这么下去，傅氏集团迟早毁在这个楚思怡手里。好了好了，别动气了，你刚回国还在倒时差，再这么下去，阿良父亲给你捐的肝就白捐了。当初啊，阿良父亲救了我一命，我答应过他，一定要把阿良当自己亲生女儿一样看待。如今我到了这种田地，马上通知下去，召开傅氏集团董事会。诸位，今天盛邀各位董事来参加我们傅氏集团的董事会。我有一个重要的信息要向大家公布，就是网上关于我们傅氏集团总裁傅征的所有传闻皆为谣言。另外，我要将傅氏集团的20%的股份转让给我的准儿媳，也就是 MQ 的总理人温良小姐。傅叔叔，他宣布了我和傅征之间的关系。思怡，阿成，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是有我的。你先下来，有话好好说。阿成，我知道你还没有原谅我，只要你一天没有原谅我，那我和死了又有什么区别？阿正，你知道我做这一切就是因为爱你，对不对？如果不是因为温良，我们之间又怎么会经历这么多坎坷？到底要怎么样你才愿意下来？我要你跟我求婚。你说什么？这枚钻戒是你跟我谈恋爱的时候专门为我定制的，可是后来却被温良捷足先登了，我不甘心，凭什么？阿正，只要你今天愿意和我求婚，我就下去；如果你不愿意，我就立刻跳下去。那你倒是跳啊！那你倒是跳啊！温良，你怎么来了？你都敢跳楼，我有什么不敢出现？你闹刺杀这么大热闹我不看，是不是有点太可惜了？楚小姐，原来这就是 MQ 那个主理人温良啊！原来身长这么好看，气质一点都不亚于大明星。是啊，真是没想到。你们都看啊，这个人就是插足我感情的小三，你们快把他丑恶的嘴脸拍下来！哎，我说你，都愣着干什么？去呀！那你倒是跳啊！反正你现在一无所有，只要你死了，大家都会说你死得其所，而我才是最大的赢家。温良，你什么意思？傅氏集团发布的最新消息，我才是傅家明媒正娶的儿媳妇，而你只不过是一个上不得台面的小三。还有啊，我顺便还拥有了傅氏集团20%的股份。这不可能！那你不如先看看最新的直播间。原来是这个小三反咬别人一口，可真不要脸啊！亏他还是个大明星，这是想嫁豪门想疯了吧？傅氏集团董事长夫妇可真是好人呐，居然给儿媳妇20%的股份，爱了爱了！这么好的婆家，我也想嫁。那傅氏集团的股票岂不是不减反增？那我就再给你3天时间，这是你最后的机会。我怎么办？怎么会这样？怎么？你怕了？阿成，你看啊，温良他一步步的逼我，他根本就不希望我活下去。你笑什么？楚思怡，你根本就不会跳下去。一个抑郁症患者想要闹自杀闹得满城皆知，你是真的想自杀吗？而且我还听说，这跳楼的人啊，死相都极其丑陋。你这么爱美，应该不会选择这个死法吧？阿良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
楚小姐，麻烦你以后不要再使这样的手段了，我实在是看腻了，以后也不想再看了。我们走。文良，阿成，阿成，你不要走，你不要走。文良，爸已经宣布我们结婚的消息，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不离婚了？阿成，你到底在说什么？阿良，其实你对傅征还是有感情的，对吧？再好的感情，3年的婚姻里也消耗干净了。从今往后，我只会向前看。唉，我们周氏集团就缺你这种能干的助理，要不你把傅氏的工作辞了，来我这上班。婚呢，我一定要离，但我不能辞职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文良，你不会真以为你爸的车祸是场意外吧？原来那场车祸本该死的是傅叔叔，那场车祸是冲着傅叔叔来的。现在楚思怡他跳楼，满城皆知，傅氏的股市大跌，这背后一定会有人操控。周宇，你能不能先帮我办出院手续？好。哎呀，大闺女，爸爸惦记你，可是惦记好多年喽。这下总算是圆了我的闺女梦了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妈妈也希望你是个女儿。好，谢谢。出院手续办理好了，走吧。哎，等等，我突然想起来，这附近有家非常好的餐厅，要不要一起去？就当给我接风洗尘，同样庆祝我们阿良劫后重生。好，走吧。副总，关于你上次让我调查的楚小姐在国外几年的踪迹，终于有眉目了。副总，喂，副总你在听吗？真是跟狗皮膏药一样。小果，去哪儿啊？我老婆跟人跑了，追上那辆摩托车。此刻杀不可入，这就给你杀过去。感觉怎么样？还挺好吃的，不过我觉得这里的歌更好听。水边的阿迪丽娜，保罗·塞内维尔做的曲子，这你都懂啊？我以前听人弹过，就记住了。厉害。这国外可不是白带的。保罗·塞内维尔，是艾德琳的诗。我操，这分明是诗爱的，就知道这货心怀不轨。吃吧，尝尝这个。先生，请问您需要点什么？他们那一桌都上一份。好的，先生。这哪儿好吃了？一点都不好吃。怎么了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好像有人暗中监视我们。不应该啊！楚思怡闹腾了这么一出，他的经纪公司肯定不会放过他，应该不会来跟踪的。难道是？没事，反正我也吃好了，我们走吧。好，那我带你去附近的湖边散散心，顺便相识。先生，你还没给钱呢。先生，这点不够，还有小费。这个都给你。哇，老板，这么看来，楚小姐已成废弃。现在，傅征真正在意的是那个文良。当初让楚思怡接近傅征，没想到他这么愚昧无耻。不是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
大明星楚思怡，你放开我！大明星？哎，你听听他在说什么呀？你别忘了，你的明星身份已经没了，你现在是人人喊打的小三楚思怡。阿正不会放过你的。你怎么还在做梦？他都知道你的抑郁症是假的。哎，你说，如果再让他知道你是蓄谋已久接近他，骗取他的喜欢，哦，还有傅家那场车祸也是你造成的，你说他会饶了你吗？那是你逼我做的。那又怎么样？你到底要我怎么样？你说什么？副总，我在楚小姐这几年国外踪迹中发现了这个。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求求你们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我什么都答应你，好不好？这样才乖嘛。这个人反侦查意识很强，所有时候都带着变声器，根本听不出声音。太太，您回来了。这都几点了，你还知道回来？你知不知道我很担心你？我的意思是，我们还没离婚，能不能遵守点妇道，别三更半夜和不三不四的男人一起？多亏了副总提醒啊，我们还没离婚，所以副总，你打算什么时候跟我领证？领证？领什么证啊？爸妈，怎么这么晚了，你们还不睡啊？啊，你爸他身体不好，我陪他在院子里散散心。你们刚刚说的领证是领什么证啊？是爸，是他作为 MQ 主理人的要考的证书，我让他下周去领一下。对，原来是这样啊。虽然傅氏集团的股票是稳住了，但对傅氏的名声依然影响不小啊。这次发布会一点都不能疏忽。我知道了，爸。你跟我来一趟。你知不知道错了？爸，我知道错了。我们傅家男人这辈子只有一个妻子，再让我看到阿猫阿狗来碰瓷，你这个傅氏总裁的名头不要也罢。活该，谁让他和那个楚思怡断不干净？阿良，以后阿珍要是有对不住你的地方，就告诉妈，妈替你收拾他啊。谢谢妈。可是再也不会有以后了。温总监早上好。叫什么温总监啊？得叫老板娘了。现在谁还不知道那个楚思怡根本就是狐假虎威，而咱们温总监可是傅氏集团的总裁夫人，藏得也太深了。叫我温总监就好。温总监，咱们 MQ 新换的代言人林嫣然小姐已经在会议室等您了。好。不是，我这么大一个人，他看不见是吧？除了跟你谈离婚的事情，还真是一句话都不肯跟我讲。我们这次的新品发布会的目的呢，就是为了展示我们最新的设计，吸引潜在的客户，建立我们的品牌形象。我们要着重强调的是我们这次发布会的服装问题，礼服的一个系列展示。以上呢，就是我们下周新品发布会的全部内容了。下周的新品发布会啊，是傅氏，也是我们 MQ 集团的重点出击项目。我希望大家都要确保万无一失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。没什么问题的话，我们散会。慢着。林小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
当初你们傅氏集团为了楚思怡上位，二话不说就把我换掉，如今又为了新品发布会明示找我替补代言人，这口气我怎么咽得下去？不打这巴掌也可以，但我需要一个当众道歉，否则代言人我不做了。我去，这个林嫣然居然敢当着副总的面耍大牌！那你是不知道，林嫣然的父亲可是娱乐圈的泰斗人物，当初坏代言人的事闹得沸沸扬扬，他不甘心也是正常的。傅氏从来不缺代言人，如果你不想做，可以。好，我道歉。这样可以吗？林小姐，希望下周的新品发布会您不要掉链子。我尽量。散会。哎呦，温良，你其实可以不用跟他道歉的。傅氏每年合作的经纪公司那么多，也不是非他不可。傅总，距离新品发布会没几天了，我们上哪去签约一个比林嫣然更适合的代言人？一巴掌，没什么的。傅总，温良，那个你没吃早饭，这是专门给你买的蛋糕。不用了，傅总自己留着吃吧。作为老板，这也算是对员工一点关怀吧。傅总是不是忘了，我从来不吃榴莲蛋糕。也对，毕竟楚思怡最喜欢吃这个。啊，对了，以后除了离婚和工作的事情，我拒绝你和我闲聊。温良，谁让你买榴莲蛋糕的？不是傅总，那你也没跟我说太太想吃什么口味的呀？她喜欢。对了，温良喜欢什么？这么多年，我居然连他喜欢什么都不知道。有点意思。事情都安排好了吗？老板，您放心吧。本次发布会推广的是 MQ 的春季新品，加州的也将会是我们娱乐圈新晋小花林嫣然的玉秀蓝新作品，大家敬请期待。温良呢？他怎么还不出来？温小姐在后台。怎么会这样？好端端的礼服怎么缺少最重要那个宝石？是啊，这宝石可是点睛之笔，怎么会丢了？温总监，这么重要的东西丢了，恐怕也难辞其咎。掉哪里了？在这里。开灯。林小姐，是这个吗？现在您可以去换衣服了吗？算你好运。一会儿等林小姐换好衣服，盯好她的妆造和饰品，确保万无一失。好。温良，温良，林嫣然呢？林嫣然，糟糕！你要去干嘛？马上到林嫣然出场了，先想想办法。你去找太太。温总监，那个看您身形和林小姐差不多，
你能不能先帮忙穿上顶一下？不行，如今怀孕已经有3个月了，林嫣然的腰身我根本穿不进去，一定会被傅正发现。怎么了，温总监？接下来，让我们重磅有请本年度 MQ 的新品代言人林嫣然小姐登场。奇怪，林嫣然人呢？怎么还不出来？是啊，这都等好久了。有请林嫣然小姐。副总，娜娜都找过了，没有找到林嫣然小姐。你要干什么？你确定要跟大家坦白林嫣然失踪的消息吗？你知不知道这场发布会的失败对傅氏意味着什么？傅总，我始终认为真诚才是必杀技，一场发布会说明不了什么，而且我也并不觉得他失败了。抱歉，让大家久等了。奇怪，这是林嫣然，听声音不像啊，不过身形倒是一模一样啊。各位嘉宾好，我是林嫣然，很高兴成为 MQ 的新品代言人，见证 MQ 春夏新品的诞生。是楚思怡，她为什么在这里？老板，你这招狸猫换太子可真是……这可是全程都在直播的发布会，都搞砸了，岂不是太可惜了？大家都知道，本次新品发布会，我们特意安排了一个与代言人林嫣然小姐的互动环节。下面让我们揭幕第一位与林嫣然小姐互动的嘉宾。我根本没有安排这个节目。傅正，今天运气可真好，一下子就抽到了我们傅氏集团的总裁傅征，让我们有请傅总登场。不能去。仙香，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？阿征，在互动正式开始之前呢，想先请林小姐对傅先生进行一个简单的采访，好不好？傅总，请问您此生最爱的女人是谁？我的妻子 ，MQ 的主理人温良。哇，又帅又有钱的傅总，居然这么专情，好感动啊！那么我想请您让您的妻子上台代替我来完成这个互动，可以吗？温总监，我们压根就没设计这些环节，他到底想干什么？你现在立刻马上去联系一个人。好。温总监，快上台，大家都等着呢。这个互动就是穿针引线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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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是真情侣啊，就是有默契，就是。傅总跟温总监是夫妻，夫妻间这点默契都没有，玩这种游戏真没意思。就是，这节目谁设置的？你俩谁针谁线，商量一下。这怎么还没传进去啊？温总监，加油！怎么回事啊？
哪有这么不默契的夫妻？就是，温总监和副总真的是两口子吗？这看着不像啊。副总，你现在还确认你最爱的人是温总监吗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如果是的话，那为什么连这种游戏你们都完成不好？副总，你敢和我试试吗？怎么，不敢是吗？是怕和我的默契比和您妻子的更多吗？够了，装神弄鬼的有意思吗？楚思怡，楚小姐，请你出去，这里不欢迎你。这怎么会这样？就是啊，林嫣然怎么会变成楚思怡啊？楚思怡，你欺骗粉丝感情，现在名声都臭了，你怎么好意思顶着林嫣然的身份站在这里啊？这是我的抑郁症报告，这是我失去挚爱之后惩罚自己的后果。我是做了很多错事，但是他傅征难道就没有做错吗？为什么我要被千夫所指，而男人却可以平步青云，继续做他的副氏总裁？这公平吗？他不是冲我来的，是冲着你来的。你们不是问我为什么傅征和温总监之间没有默契吗？那是因为在他和温总监3年的婚姻里，连回家的次数都屈指可数，因为他都在我的温柔乡里。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都是你逼我的，阿成，对不起，这么做是我唯一能回到你身边的机会。你们看，这都是我们恩爱的证明，这都是他爱我的点点滴滴。时间是对的，确实是副总和温总监结婚之后，他们还去了埃菲尔铁塔。温良，你听我跟你解释。解释的话不用说了，因为都是事实，不是吗？温良，被死去的记忆攻击的感觉怎么样？你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你什么都得不到。得到？我要得到什么？我只不过想让阿征明白，在他一无所有的时候，只有我会陪在他身边。而你才是那个真正看重傅家钱和地位的女人，不是吗？你难道过了今晚，你还会继续陪在他身边吗？过气女星司仪错爱成空，渣男总裁傅征不配为人。哎，老板，您的这招离心之术可真高明。新品发布会失败了，傅氏总裁口碑落地。我看傅征还怎么向董事会交代？傅氏股票大跌，他在这个位置上坐不住的。嘿嘿，哎，老板，你看。走。事情不是他说的那样。我靠！怎么又是周氏集团这个二公子？不是，他怎么这么阴魂不散？如果真的像楚小姐所说，我跟傅征之间是名不副实的婚姻，不存在真正的夫妻关系，试问我又怎么会怀孕呢？怀孕？怀孕？是，我怀孕了，已经快3个月了。太太，温总监，那个，看您身形跟林小姐差不多，你能不能先帮忙穿上顶一下？不行，我们的礼服都是按照模特的3维量身定制的，我跟林小姐不是那么贴合，我们再想别的办法吧。所以，这才是他不愿意穿那身礼服的原因。阿良，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你为什么？这是我的产检报告，我产检的时间与楚小姐所说我先上陪她的时间是冲突的。
副总不能一边陪着我，一边还陪着楚小姐吧？所以，他说的全是假的。这怎么有反转了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怎么会怀孕呢？傅征怎么可能会让你怀孕呢？一定是怀的爷儿的孩子。还有这个，大家都知道，我们家是开影视公司的，这种东西要多少有多少。所以楚小姐，是不是可以把脸上这些假脸皮撕下来？胡说！你胡说！是真是假，一试便知。不要！我不要！现在谁真谁假，大家心里清楚。原来她的脸是假的，这女的真是丧心病狂，她就是个疯子。别拍了，别拍了！楚思怡，有一件事我一直想问，你到底为什么费尽心思的想搞垮傅氏？我没有，我没有，你没有。副总，你信吗？拍了，我说了别拍了。调查温良调查出来的结果，老板，我确实去医院调查了温良的档案，没什么异常啊，谁知道她怀孕了，这是周宇做的。老板，这个孩子能不能生下来还是一回事，老板只要你需要，我立马就。操！没事了。周宇，谢谢你今天及时赶到。咱俩从小玩到大，不用说这么客套的话。有的时候我在想，如果我当初没有被周家接走，还养在你爸爸膝下的话，我们的结局会不会不一样？而且，你也不用嫁到傅家了。其实我可以。其实我可以。救场你也救了，是不是该走？我走不走，跟副总没什么关系吧？傅征，周宇是我朋友，我希望你可以尊重他。朋友？朋友需要这样吗？你跟我走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哎，副总，不太合适吧？你俩都是要离婚的人，有什么话不能光明正大的说？她怀了我的孩子，这婚离不了。我跟他走，刚好我也有话对副总说。周少，我头好晕啊！醒醒！副总，有什么话就现在说。你要带我去哪？停车！我让你停车，你听到没有？郑哥，这是我给你做的爱心便当。阿良，你做什么啦？好香啊！我正好晚饭没吃。
好香啊！给你多吃点。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？老板，拿2串这个。好的，谢谢。你尝尝。还行，就是有点辣。确实没你做的好吃。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温良，我们不要离婚了，好不好？你高一开始，温叔把你带到傅家，大学我们被安排到同一所学校，你是在跟着我身后的小妹妹。我以为我们的关系能一直保持下来，可直到温叔出车祸的时候，我不得已娶了你。我自以为是你挟恩图报，逼我娶了你，破坏了我跟思怡之间的感情。可是这3年来的朝夕相处，让我发现我离不开你。我想在这里结束我和楚思怡的过去，和你重新开始。温良，我们不离婚了，好不好？你笑什么？这些话就快把你自己感动了吧，副总。温良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我知道这几年你受了很多委屈，但那个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是楚思怡做了那些事。如果他的嘴脸没有被揭露，在这段婚姻里面，你是不是会一直和他纠缠不清？所以副总，我只是你 play 的一环，对吗？我做错了什么？凭什么要你对我呼之即来挥之即去？你怀孕了，你走慢点。哦，对了，今天晚上帮你平安度过发布会是你欠我的，我只有一个要求，我希望我们离婚之后，你可以放弃这个孩子的抚养权。当然，你不愿意也没关系，那我们就走法律程序吧。说什么？医生，他怎么样了？病人情绪太激动，导致肝气发作，引发了肝排斥反应。抢救是抢救过来了，但是可能最多只有几个月时间了。什么？什么？妈，阿良，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先扶妈回病房休息。好。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。爸这么多年行少过问公司的事，是谁这么歹毒，居然把发布会上的事情告诉爸？阿哲，你快扶阿良坐下，他现在怀着孕，别伤着。来，快坐，李思良。谢谢。老夫，你要快点醒来，我们的孙子还等着你带大呢。你不是说要把他培养成一个合格的傅氏继承人吗？妈，其实我……妈，放心吧，阿良肚子里的孩子会平安出生的，爸也会快快醒过来的。阿良，我知道阿成一直有对不住你的地方，但他是被坏女人给蒙蔽了。就算妈求你，你再给他一次机会，有你在，傅氏才好，傅家才好，好吗？妈，这话不是难为人吗？傅夫人，你来干什么？自然是来探望一下傅董事长。探望？
谁家探望病人用白驹探望？大哥，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？请你出去，这里不欢迎你。别急啊，等我说完，我自然会走。这就是我那个工作能力超强，好几次都帮傅氏度过危机的弟妹吧？大哥，我尊敬你，但也请你尊重一下我的妻子。妻子？很快就不是了。你，我这个弟妹长得真漂亮，和那个楚思怡倒是有几分相似。不过可惜，我们傅家出渣男，他是，我是，也是。你，弟妹，你可要小心，千万不要被辜负了。请你立刻出去。没见弟妹啊，下次再见，可就不一定是弟妹了。这个逆子，当初就不应该留下他。这个傅爷大哥和傅家到底有什么渊源？怎么水火不容的感觉？他身上的味道怎么这么熟悉？是楚思怡，他们两个怎么会？发布会结束以后，我派人去找了楚思怡，但是到现在还是没有音讯。还是没找到吗？没有，公司所有的项目书都在这儿，唯独少了 MQ 新品发布会的计划书。是他，所以是楚思怡偷走了项目书，交给傅月，然后和傅月一起狼狈为奸，搞砸这次发布会，让傅氏股价大跌。不对啊，股价大跌，那他那次闹着要跳楼也是。傅总，我呢虽不知道大哥和你们是什么恩怨，但是这楚思怡好歹也是你爱了这么多年的女人，现在联合着你大哥一起对付你，你是不是太失败了？你别动。你摔着了，哪疼啊？哪儿都疼。这些疼痛，对你和孩子来说，不算什么。爸都住院了，你还要公开这种玩笑，活该你疼。对，或许这就是我的报应吧。你能帮我揉一揉吗？真的很疼。这里吗？还有这边。副总，什么事儿？股东们都得知傅老爷子住院的消息了，他们现在都聚在傅氏门口闹事呢。今天既不是股东大会，也不是出财报的日子，大家聚在这是要干嘛？阿珍啊，你来的正好，我们都是跟随你父亲打下江山的元老，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傅氏一次一次陷入为难之中。如今傅老重病，董事会群龙无首，总得想个办法。所以，大家的意思是？我们的意思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在董事会里面选举一位作为下一任的董事长。副董事长还在医院里昏迷不醒，你们现在就要逼着选举下一人，未免太心急了吧？温总监，虽然大家都知道你肚子里怀着孩子，但孩子还没生出来，不知是男是女。即便是男孩，也不知道将来有没有继承傅氏的能力。
所以你也不必畏罪心切。各位心中已有了答案，不是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来晚了。傅大少就是我们选举的下一任董事长，是不是很惊讶呀？弟弟，又见面了，弟妹。大哥，看来你对傅氏的股份早就摸清了。一个是你父亲，一个是你弟弟，我不明白你到底为什么。父亲、弟弟，他们也配？傅征，你知道我上位之后第一件事要做什么？就是罢免你这个傅氏总裁！畜生！你，这也是大家的意思吗？别为难我们，傅总，我们已经被逼无奈了。支持傅岳做傅氏集团董事长的人，举手。你们举手，不是说好的吗？大哥，看来收买人心的力度还是不太够。你别得意的太早。还有你弟妹，你现在的 MQ 连个形象代言人都没有，靠什么拉销量啊？既然你这么想做傅氏集团董事长，那我们就公平竞争。好啊，公平竞争。3天后的慈善拍卖会，谁能拍下新人，谁就继续留在傅氏。当然，你要是做不到，你们两个就给我乖乖滚！弟妹，你觉得呢？一言为定。3天后的拍卖会，你有信心吗？我看你大哥这个人风流，不是很好对付的样子。你不也在那么多人面前答应了会完成新品销量吗？副总，你刚就应该让我狠狠揍那个畜生！你明明对他那么好，那么敬重他，结果他居然从头到尾都不安好心。他很快就会知道，傅氏集团董事长这个位置，不是人人都能做。你刚才是在担心我吗？副总想多了，并没有。你现在不应该急着和我离婚吗？别等到时候我输了，可就真的一无所有，你可就什么都拿不到。我是想离婚，但落井下石不是我温良的风格。哎，你走慢点，肚子里还有孩子呢。谁下班都要吃狗粮，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才到头啊？好舒服啊，傅征，傅长征，这一天我可等得太久了。老板，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，把名单上和傅征、温良走得近的人，包括老董事长那批人，全部安排撤职。干得漂亮！我要让这对夫妻永远回不到这里。哎，那楚思怡。不是我，阿成，不是我，阿成真的不是我，阿成。他已经3天没吃饭了。阿成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乖，吃一口。阿成，你终于来看我了，我好想你。阿成就是阿成，到底哪里好？你这么坚持？阿成就是比你好，你就是个疯子，疯子！哎，老板，疯子，疯子那又怎么样？疯子，你当初不是也爱得死去活来的吗？因为爱我，你才去接近傅征，得到他的爱，你忘了？你说，如果傅征知道他爱了这么多年的女人是别人顽固的浪货，他会怎么想？你敢打我，信不信我在这儿把你忘了？
她该不会怀了吧？怎么了？不知道，我的右眼皮一直跳，总感觉有不好的事情发生。是不是最近没休息好？你还怀着孕？其实 MQ 下面的工作，你可以交给其他人来做的。原先值得信任的人，近期都提出要离职，整个 MQ 还有谁值得信任？或许我有办法。停车！不许去！副总，你是不是管得有点太宽了？如果要这样的话，我们还不如去领。周宇，如果你去找温良，就从我身上骑过去。不是你有病吧？阿良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都不知道啊，原来我在林小姐心中分量这么重。这怎么回事？啊嗨，还不是他们那富士集团搞什么劳神子发布会，他被人打晕了，我好心救他，把他送去医院，他就讹上我，让我对他负责任。你还好意思说？你干嘛？你要对我干嘛？你假追带我去医院，就偷看我身体。我这么做有错吗？你别乱说话啊！阿良，你别信他。周宇，你闹够了没有？没事吧？只要不跟你接近，他就没事。好了，我今天找你们来是有一件重要的事。好的，来，男生搂住女生，来，我们先拍一组啊，女生挽住男生胳膊，来，好，3、2、1，好，来着，好，来，我们再来一次啊，3、2、1，对，再来着，好的，对，男生抱住女生，3、2、1，再来着，别动啊，非常棒啊，不要动啊，来，不是，这俩行吗？这林嫣然可是当红小花，自带流量。周宇呢，又是娱乐经纪公司二公子，旗下诸多产业，只要他们两个人在一起，这话题和热度自然不用担心。至少 MQ 2个亿的订单，销售是没问题的。该担心的还是副总你，毕竟你承诺的那个拍品不是那么好拍的。大家辛苦了，副总请大家喝咖啡。谢谢副总。怎么不是你请？你是副市总裁，我们大家都是你的员工，不该你请吗？可你是老板娘，我的钱都在你那儿，你走这么快干什么？哎呀，我还有事。拿着。他给的咖啡我不爱喝。切，你不喝我喝。可以啊，我这个弟妹，2个亿的销售额都能完成，还真是给了我一个惊喜。后天的慈善拍卖会准备的怎么样？已经按照你的吩咐准备好了。这局你输定了。傅征和温良居然还没来呢，我看他是知道自己输定了，不敢现身了吧？是啊，我听说本次藏品是新染的，一件绝世礼服，影后凯伦曾经穿过，衣服上的珠宝更是价值连城。这么绝世玩意儿，很多人都没见过。如果拍下它，将彻底打开我们傅氏在国际上的声望。但是，这衣服的主人对卖家十分挑剔，而且本人经常不在，想要拍下它几乎绝无可能。我看傅氏是真的要换血，胜负未定，现在说这些未免有点过早。哼，老板，他们居然还真的敢来啊！我们又没做亏心事，为什么不敢来？傅征，来就来吧，怎么还带个帮手？帮手？林小姐和周二公子是我们 MQ 新请的代言人，他们来出席拍卖会，只会增加拍卖会的人气和流量，
从而更多的拍品拍出，让我们好好的资助山区的儿童。这才是我们傅氏集团决定参与拍卖会的初心。现在看来，傅董，您和傅氏的初心不太一致啊。巧言令色，弟妹，逞口舌吃快没有用，只有上位者才能掌握话语权。赞成，你说这话我特别赞成。出来吧。二少，低调点，找地方坐。老板，他们这什么意思啊？巧了，我们周氏集团正好是这次拍卖会的邀请方之一，这不，我就带着我们公司的骨干还有股东一起来参加这拍卖会。傅大少，你应该不会介意吧？你可以啊，你人多力量大，气势不支。你知情？我知道啊，他和我说了。你们什么时候私下里见面了？昨晚啊。昨晚？傅总，那这和你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我这次好心帮你稳住了傅氏总裁的位置，之后你不仅要给我升职加薪，还要跟我去民政局。离婚这事不想再提。我需要吗？我需要他帮忙？不是。啊！前夫哥，我坐这儿没意见吧？前夫你妹！周宇，我跟你坐。喜欢什么随便拍，傅氏承担得起。你这笑是什么意思？既然各位来宾都已到齐，下面拍卖会正式开始，让我们请出第一件拍品。第一件拍品是一条由千年古树制成的桃木手串，起拍价50万。桃木有什么好的？辟邪用的呗，我现在正需。怎么只有这个东西啊？这有什么特别的？就是啊。老板，这个拍不拍？拍卖会进入前3的才有资格进入最后一排，你说拍不拍？80万。我90万。我靠！120万！100，你疯了！一个破手串值120万。120万一次，120万2次，121万，121万成交。下面让我们请出第二件拍品，起拍价500万。老板，这个拍不拍？这个必须拍下。1个亿！1个亿成交。1个亿？你是傻子吗？这个破碗值1个亿？我也是没什么文化嘛。你来，叫你有什么用？大哥，拍卖会玩玩而已，别太认真。1个亿，你买傅氏的股份都不止这个钱。南洋白珍珠项链，700万成交。粉钻项链起拍价300万，800万成交。起拍价500万，680万，2000万。恭喜傅总。老板，我们也是拍够了，肯定能进前3啊。他们300万拍下这么多，我们3个亿就拍下这些，那不就2个0的差距？我现在正式宣布，获得我们竞拍最后一件拍品资格的3位拍家分别是傅氏集团总裁傅征、傅氏集团董事长傅跃以及周氏集团2公子周宇。接下来就是我们最后一件拍品，也是本次拍卖会的重中之重，影后凯伦曾经穿过的一件重工礼服，欣然。傅征，这次我看你还怎么赢。好，公平竞争。3天后的慈善拍卖会，谁能拍下新人，谁就继续留在傅氏。当然，你要是做不到，你们2个就给我乖乖滚蛋。弟妹，你觉得呢？一言一定。你有信心吗？我看他是没信心。阿良，你放心，只要我们周氏集团把这个东西买下，我无条件送给你。你怎么不送给我啊？我们才是 CP 好不好？如果让 CP 粉知道你3心2意，你的阿良所付出的努力可都付诸东流了。
阿良，如果这次我赢了，我们可以不离婚吗？不可以。怎么回事啊？这拍品怎么还没拿上来啊？就是装神弄鬼有意思吗？什么衣服？还有箱子装着？噱头呗。好，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这是什么？是楚思怡。这不是之前那个姓楚的女星吗？听说跟副总还有一腿，她是死了吗？她身上是什么？是血吗？啊！是杀人了！杀人了！今天谁都不许走！今天谁都不许走！这大哥，什么情况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不是说好了，谁能拿下这件拍品，也就能继续留在富士。现在竞拍还未开始，大家自然不能走。楚小姐只是失血过多昏倒了，现在需要送往医院治疗。那这是人血还是猪血啊？我已经收集了她身上的血样，需要带到医院去化验才知道。他多久能醒过来？他是被打晕了还是？弟妹，你未免话也太多，是在拖延时间吗？距离拍品结束只剩1个小时，你们是拍还是不拍？这还怎么拍啊？就是拍品被损本来就是前所未有的事儿，这拍卖会就应该被取消了才对。而且她就是副总的前女友，正妻面前哪有拍卖前女友的衣物的？太狗血了！是你搞得快。大哥，之前因为我对你心存愧疚，所以无论你怎么构陷我都可以不在乎。但我没想到，你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，不惜利用一个女人。傅征，你把自己说的太高尚，利用女人，你没做过吗？用完机器，不是你和你老爹的风格一样吗？你猜猜，武思怡身上的血是从哪儿来？是你的野种的血啊！说什么？什么？楚思怡怀的是副总的孩子？傅运，你不要信口开河啊！信口开河？不信？不信你问他呀！你敢说相爱那么多年就没有发生过关系吗？你敢说他肚子里的孩子跟你没有关系吗？有本事你就把这件拍品拍下来，我倒要看看这样的一件礼物你怎么拍，还怎么成为 MQ 的招牌。你他妈就是个疯子！傅征，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，我放弃。这是不是说明副总的心虚了？这个孩子就是副总的。上流社会的感情生活可真够乱的。不知道你这么做意味着什么？少着，你果然是个混蛋！阿良，这种人你还护？我没护着他，只不过当下重要的不是这件事。为了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放弃好啊，傅征，我现在宣布，你已经被傅氏开除了，现在可以收拾东西滚蛋了。副总这话未免说得过早了一些。副总，人我带到了。妈，逆子！啊，你这是做什么？错着，那件礼服是假的，就算傅征输了，赢的人也不会是你。假的？这拍卖会上的礼服竟然是假的，怎么回事啊？就是，她就是个保洁大妈，她怎么可能知道上流社会拍卖会的事情？各位，我现在虽然是一名保洁，但是我没有撒谎，这件拍品真的是假的，真的是鎏金真丝所制，而这件只是流落在外面的一个仿品。大家如果不信，大可找人来验一验。那如果这件是假的，真的那件在哪？在我家中。妈，到底在说什么？原本我只想带着这个秘密，一直到我入土为安的那一天，直到他找上了我。
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呀，会不会拖地啊，老太婆？我新买的鞋都被你弄脏了。真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真对不起。你刚才说海伦影后退隐后居住的地址，正好就是傅月他妈所在的那个小区。是的，副总，我问过附近的邻居了，他们都说他平时在这家酒店做保洁。我给你擦擦。缺业钱够赔你这双鞋吗？哥，你没事吧？谢谢，谢谢你。有一件事儿，我想问问你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海伦影后就是你？这一切都在你的计划之中。有些超过计划之外。可是你明明就没有告诉过我呀！这重要吗？光环过后，我也只是一个丑陋的老妇人，身份、地位、背景重要吗？重要！副厂长，你的父亲借用你的资源，踩着你的肩膀上位，娶潇洒，抱正妻，为此整整抑郁了20年。你告诉我这些不重要，没有钱，没有权，就什么都不是，这不是你教我的吗？到底是我教你的，还是你的意向？我和阿正的父亲是和平分手，林叔也并没有介入我们的感情。阿月，妈希望你不要活在仇恨当中，活得人不人鬼不鬼的。孩子，放手吧！放手？你现在让我放手？你知道，为了这20年，我的童年拿什么来弥补？你知道我这20年我是怎么过的吗？没想到你大哥还有这么可悲的过去啊！可悲之人，必有可恨之处。我这是在哪儿？不要！放开我！你不要过来！你不要过来！你不要过来！要想吃小的这么快？阿正，阿正，救我！他是疯子，他是疯子！文良，我不是故意杀死你爸的，都是有人指使我的。文良，救我！救我！什么？什么？你把话说清楚，我爸的死到底怎么回事？文良，你不是一直找不着你爸的死因吗？罪魁祸首就是他，就是他！楚小姐，我看你是昏迷的时间太长，脑子不清楚了。我没有，明明就是你让我对傅家的车做了手脚，让我杀了傅伯父。可谁能想到，死的却是文良他爸？真的是你做的？妈，她是傅哲的女人，这些都是她往我身上泼的脏水。你说是我杀的，你有证据吗？看来你是没有了。傅征，就算你不想离开傅氏，也不需要借助这个女人来诬陷我吧。不过他说的对，是他在傅家的车上做了手脚，是他害死了你的父亲。我没有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！啊，我肚子好痛，救我，救我！文良，血？怎么那么多血啊？阿良，啊，文良，文良！不要！是他在傅家的车做了手脚，是他害死了你的父亲。爸，你别丢下我！哥，不要！文良，阿良，你终于醒了。那，这是我专门给你挑的花，
祝你早日康复，生下健康的宝宝。谢谢。谢谢。感觉好点了吗？头有些晕。你都昏迷好几天了，能不晕吗？我的孩子……你放心，孩子没事。那楚思怡和傅月……楚思怡刚在医院被救活，但是孩子没保住。至于傅月，拍卖会之后他就了无踪影了。她真的怀了孩子？她的孩子不是我的。我知道，但是现在首要的不就是应该去找楚思怡，问清楚我爸车祸的真相吗？警方说了，楚思怡那天说的都是在她昏迷状态下的胡言乱语，所以说不作数。不，我的直觉告诉我，一定是这样的。车祸的事情，我会去派人查清楚。你先好好休息。副总，和你们一起办理住院的2003房的女生忽然不见了，是楚思怡。阿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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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我。好，我在这等你。阿哲，我就知道你会来的，阿哲，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有我的，对不对，阿哲？不，阿哲不要，阿哲，我知道你现在讨厌我，我知道你恨我帮傅月做那件事儿，可能不是我愿意做的，阿哲，是他一直拿温良父亲的死来威胁我，阿哲，不是我自愿的，阿哲。你还记得这儿吗？快走，快走！你没事吧？记得。我希望你永远、将来都不要忘记我们在这里的初见，好不好？即便它始于一场欺骗。阿良，其实你不用跟我来的。现在想从楚思怡嘴里套出当年车祸的真相并不难。我只是想提醒我自己，不能再心软。毕竟过去的事情是无法被磨灭的，就让时间慢慢去消散。阿成，你为什么把他带过来？你为什么让他过来？我为什么不能出现？不要！你走开！都是因为你我才变成这个样子的。阿成，你让他走好不好？你让他走好不好？阿成，你冷静点。因为我，你确定吗？当初不是你挟恩图报嫁给阿征，傅太太的位置早就该是我的了，就不会有后面那么多事了。如果我爸爸不死，我就不会嫁给傅征。楚思怡，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。不是我，不是我，都说了不是我，是傅月。傅月只是你的证据呢。他让我剪掉那辆车的刹车匣，还让我，还让你做什么？我不告诉你。楚思怡，但是他不知道的是，我把那些所有的证据都整理了，我藏在了哪里？阿征，你过来，我偷偷告诉你，
我把它藏在了大学时期阿珍最爱带我去的地方。阿良，他遭受的刺激比较大，精神上出现问题，所以行为举止会异常。你不要多想。你不用跟我解释这些，副总。无良，你好，我想查看一下近期的监控记录。不好意思，女士，监控记录不能随便给外人看的。那您近期有见过这个女人？这个女的，我看起来怎么有些面熟？啊，我想起来了。阿正，你帮我过一下这本分析好不好？这是我最喜欢的书了。谢谢。这是傅约当年如何制造这场车祸的罪证。你让我去杀人，他可是阿正和你爸爸。喂，宝贝，只要你按照我的要求去做，你才能继续留在傅正身边，否则3年了，爸，我终于可以为你报仇了。你要去哪？我要把傅约的所有罪行公之于众。你知道他在哪？老板，所有飞往米国的资料都准备好了，直升飞机也安排妥当，就等你了。我妈呢？她说什么都不肯来，还说叫你去自首。为什么？我做了这么多，我都是为了帮他报仇吗？为什么他就始终不能理解我？为什么他就不能施舍我哪怕这么一点点的默爱？这都是为什么？老板，你不要管我！老板，小心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快走！你就凭一个人就想杀了我？我想杀你不是1天2天了。好啊，那就让我看看，是你死还是我死？傅约，你别冲动。阿成，这哪着就来了？傅约，你不要一错再错了。看来你们已经找到证据了，是不是？证据？什么证据？
当然是你草菅人命的证据。还有你如何收买富士人心，扰乱富士股票，兜售商业机密的所有罪证，我全都搜集了，我藏在了总裁办公室。不愧是老子看上的女人，最后还反咬我一口啊！那是你活该！我说过，我做的最后悔的事儿，就是爱过你。听见了吗，副长？你从来就没有赢过我。你爱了这么多年的女人，只不过是我手里的棋子。时至今日，我没什么好说的。但是阿成，请你相信，后来的楚思怡是真的爱上你。楚思怡，这就是背叛我的代价。你疯了是不是？她曾经也是你的女人。她背叛了我，爱上了这个男人，还生下了他的孩子。你错了，我跟她从未发生过关系，她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。你说什么？这份报告是本委会属楚思怡的炫耀报告，全市只有你匹配。这怎么可能呢？不可能！叶儿，都怪妈不好，都是妈害的，都怪我不好。妈不该把婚姻的无奈和痛苦都加注在你身上，都怪我不好，都是我，都怪我，都怪我。你放心，我们之间的婚姻不会重蹈这样的覆辙的。你保证得了一时，保证得了一辈子吗？你们男人是不需要爱情的，你们只需要快乐，只需要一味付出的母爱，不是吗？你是铁了心的要跟我离婚吗？是。离婚的决定我从来没有改变过。不过你放心，即便离婚之后，我还是傅家的人，还是你的妹妹，这点不会变。跟我离婚了，你就这么开心吗？期待很久了，当然开心了。微凉，你别忘了，就算我们离婚，你是傅家的人，是我妹妹，也是傅氏集团的员工。这句话你说了很多遍了，腻不腻啊？傅总，你放心吧，我呢是不会离职的。毕竟像现在这么高薪的稳定的工作不好找。阿良，说完了吗？上车。不是周宇，怎么哪儿都有你？你要带我老婆去哪儿？哎，她现在顶多算你的前妻啊。你不是和那个什么林嫣然搞在一起，勾搭我前妻干嘛？这你就不用管了。抱紧我。拜拜。副总，看来你的追妻路漫漫了。去通知人事部，把温良调成我的贴身秘书，我要每天都能看见他。啊！可上午人事部收到温秘书的那个通知啊，说他要休假3个月。休假？休什么假？产假，副总。今日，关于傅氏集团董事也是傅家长子傅某故意杀人一案正式开庭。傅某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，
即判处死刑，3日后行刑。傅某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，即判处死刑，3日后行刑。他也这算是罪有应得了。来，好了，我知道你心疼他。当初你要给他集团董事的位置，我也同意了，想着他毕竟是你儿子。谁能想到，居然狠心到弑父，还因此害死了阿良的父亲。阿良，是我们傅家对不住你。妈，别这么说。来，多吃点儿。你这出去3个月都饿瘦了，可千万不能把我小孙子的营养给弄没了。阿良，你怎么了？肚子疼。阿正，你来的正好，阿良要生了，快呀！阿良，坚持一下。尤里，快出来了！再加把劲儿，加油！阿弥陀佛，老天保佑，一定要保证阿良和腹中的孩子平平安安。妈，这都过去这么久了，还没出来，会不会出什么事啊？我去看看。阿正，他这是生孩子，你当是母鸡下蛋10分钟就生了，等等，再等等啊！好。兄弟，快出来了，加油！加把劲儿！再加把力！快了！加油！生了，生了，生了！你看，看看妈妈，来。生了，生了！是个女孩，女孩我也喜欢。阿珍，你看这孩子长得多像你啊！护士，她现在怎么样？她现在还很虚弱，等医生清理完伤口就出来了。好。让你不知道好好对人家，现在追起火葬场了吧？知道了，妈。你在干什么？护士说要定期清理一下。不用了，你走吧。阿良，这都老夫老妻了，你还害羞什么？他做丈夫，不做这个事情谁来做？哎呀，赶紧躺着，你还没出月子，这样容易得颈椎病。乖乖的啊，给你换个尿布。没想到副总也有这么狼狈的一天。你能不要总是副总副总的叫我吗？那我应该叫你什么？你都好久没叫我真哥了。虽然我们离婚了，但也不至于这么生疏吧？你能不能……离婚？什么离婚？老夫
父啊，这都是我造的孽，现在报应落到了我身上了。他们两个居然背着我离婚。妈，你别说话。阿良，你说你要怎么样才愿意复婚呢？妈，女人最后的归宿不一定是要结婚。其实我觉得现在这样挺好的。既然你已经知道了，我就实话实说了。我在外面租好了房子，过几天我就搬走。当然，如果你想看孩子的话，我会带他回来见你。不行。你什么时候租的房子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副总日理万机的，这种事情就没必要和你说了吧。你，哎呀，老傅，哎呀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，老傅？妈，爸应该是想出去，要不我推他出去走走。那我陪你一起去吧。你们快去，赶紧去。你刚出月子，我来吧。老傅，好久不见。爸，她是傅月的妈妈。对不起，爸，爸，来，我宝宝满月酒的伴手礼，来给大家分一分。谢谢温总监，谢谢温总监，真好，每个人都有。温总监，怎么才出月子就来上班啊？这也太拼了吧！副总不得心疼死你啊！咱们温总监可是女强人啊，傅太太的身份算什么？外人提起傅总，都说是设计女王温良的丈夫呢。他们谁都不知道，我已经和傅征离婚，我也没有打算告诉大家，因为重要的永远不是离婚与否，而是独立、自强、女性力量。好了，大家，开会的资料都准备好了吧？我们去开会。好，走。副总，你真的放弃追回温总监了？不打算复婚了？复不复婚不重要，就这么守着他挺好。只要是他的选择，我都支持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散会。哎，阿良，我最近发现了一家温泉会所，我带你去。周宇，周宇，大姐，我求你了，你别跟着我啊！我求求你了！哎呀，周宇，不行，别，不行，你别过来啊！哎呀，别走啊，周宇！